记录百万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布鲁克漫威争锋超越版的潘尼帕克蜘蛛机甲。这款角色呢，其实很多朋友如果习惯或者说喜欢去玩漫威争锋的这个游戏的话，应该算是一款比较吃操作的角色。那回到这次玩具的主题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把目前布鲁克出的超越版的3款漫威争锋系列的角色全部摆在大家的面前了，其实都算是蜘蛛侠这个分支系列里面的角色。这边有这个蜘蛛侠，然后有毒液，有这一次的主角潘尼帕克和他的蜘蛛机甲 SPDR。整个一套下来的话，我给到的结论是拼装体验还有可动设计的都还不错，还算上乘。涂装呢，作为预涂装，但是放在现在的这个价位，就是目前你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如果你能去二级市场或者说去这个其他的某平台去搜索一下的话，它的价格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这款蜘蛛机甲，我觉得券钱应该是在90以内的，大家去参考一下。反正这个视频是有时效性的，但是后续的反正我觉得90块钱是一个基准价格。如果说在1张以内你拿到这款玩具，它是一个经过了预涂装的，然后比如说这边的银漆部分，还有身上类似于水贴的这些，都是有直接给处理到位的，你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贴纸啊、补色啊这些东西。但是它这个颜色划分的部分呢，它肯定是会有一些偷色的，因为毕竟呢，这个预涂装的工艺它本质上是一个拼装玩具，所以说我觉得就以我的消费能力而言的话，我觉得目前就是90块钱附近这样一套拼装的预涂装的玩具，还算是能够值回票价的。大家可以把自己不同的看法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去进行讨论。那这款玩具有什么问题呢？或者说这条产品线有什么问题？其实说实话呢，它标榜的是1:10，也没有说标榜任何什么1:12系列，只是我作为一个玩家，他做这个漫威的系列，我喜欢玩 Marvel Legends， 或者说我喜欢玩一般的1:12比例6寸的可动人偶。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把所有的这个6寸人偶摆在一起的话，他们会显得明显偏小一些。就拿这边的这个蜘蛛侠和就是秘密战争的小蜘蛛去放在一起，这边是 Marvel Legends 的，就是孩之宝的，这边是布鲁克出品的。两者在体型上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异性的。这一只呢，布鲁克家的非常的纤细，但是不能说不好看，只是说我觉得它手臂会偏短。你看我现在目前的机位稍微往下调一点，来一个仰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边的这个秘密战争版的黑色战衣蜘蛛侠，即使是黑色的加持下，它仍旧显得比较之粗壮。那这边的这个漫威争锋版的布鲁克家的蜘蛛侠呢，它整体是搏击身材，而且非常纤细，腰也拉得很长，四肢非常细啊。我觉得这个审美方面呢，见仁见智，在我眼里的话，还是有一点过于细狗了。同时呢，它的可动性在上一些视频里面其实也跟大家去分享过，脚踝这边是稍微有些松软的，其他方面有一些限制，但是不差，只是说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预期。因为如果说要对标这个FRS， 就是万代的拼装部的话，他们有预涂装的加持，肯定是给分的，但是在可动设计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再提升一下。那说了那么多废话呢，回到这一次的玩具主题啊，这一次的 SPDR 呢，它相当于是把潘尼帕克和潘尼帕克的机甲同时打包出售给你，所以说整体的内容物还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在介绍主体部分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下这次的这个潘尼帕克。这次潘尼帕克的给到的是一个5比例的小人偶，这个小人偶呢没有任何的可动性，给到了一个蜘蛛机甲的透明地台，我上面已经搞出了一点划痕了。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把它用2个角装插上去，仅此而已啊。这个橙色的透明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收纳的有问题啊，所以说有一定的划痕。整个素体方面，它给的是一个灰色的软胶零件，所以说在涂装上面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先上水补涂，不然挂漆方面是有些问题的。我这边涂装呢，战衣方面比较偷懒，拿的是马克笔啊，然后前后换了2个颜色，就显得比较斑驳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拍视频还是讲求个真实嘛，大妈脸就是反正就把它涂成大妈脸了。
啊，大家就将就看一下。眼睛的部分我没有去定制什么水贴之类的，没有时间去搞，直接简单的去画一下。我相信大家有能力的话呢，一般情况下都能画的比我好啊。反正给大家去做一个及格线分数的参考，可能在某些大佬面前这个完全不能看，完全无法入眼的这个不及格。那头发方面我用了这个栗色，然后深黑，还有这个红色啊，反正去过渡，然后黄色这个地方呢勉强去还原了一下设定。然后战衣方面我觉得它分色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所以说我简单就随便瞎搞了一下，黄色、红色、番茄酱颜色去点缀了一下，然后手环的这个地方这个手甲部分其实也有比较复杂的分色，我就这边糊弄过去了。背甲的这个集成式的背带非常有 EVA 的风格，那我这边呢也是用这个金属红，然后去简单点缀一下，上面用一些这个铁枪色，再点缀一点黄色，就糊弄过去了。简单来说呢，这个小人偶的细节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它这个眼睛的瞳孔、睫毛还有眉毛的部分呢，其实眼睑的部分其实都是有模具的刻画的，所以说对于新手小白和涂装小白来说都不算是特别难涂的模具。那相比起战锤 40K 来说呢，这款玩具的战锤的那种小的 miniature 来说的话呢，这款玩具其实是比较好涂的，我们放到一边去。但是比例方面就出现问题了，它无论是跟蜘蛛机甲的比例，还是跟后面的这个 Peter Parker 就蜘蛛侠的比例放在一起呢，都不太成正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玩具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它的这个比例上面。如果说呢，布鲁克是想更多的去网罗一些就是一次性的用户的话，我觉得这种策略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其实说，如果说要去玩漫威争锋的这一条产品线的话，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不会只买一只的。那只买一只的话，你把蜘蛛侠和毒液应该要做得更好一些，对吧？那你现在又出了一款比较精品的这个蜘蛛机甲，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蜘蛛机甲的分件呢是要比毒液和蜘蛛侠，我感觉是两个人加起来之和那么多啊。因为身上的嵌套式的分件有比较多，然后同时呢还给了加灯，对吧？这边加了灯，我这边因为开了这个头灯看不太出来，但是反正它这边是有光效的，那胸口是有亮灯的，整个观感还是不错。而且身高方面呢也还可以，且它虽然细胳膊细腿的，但是还是很有坠手感的。而且这一次呢，它的背后的这些触手啊，它是不需要拆件的，你可以直接把这边的像老流板一样的这个结构打开，然后背后蜘蛛的这个图案呢也是有预涂装，露出了这个4个孔洞，你直接插上这个蜘蛛爪子就 OK 了。相比起之前这个毒液的替换要简单太多了，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设计是非常棒的。当然你说这不是小布加的设计，这原著就这么设计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游戏我没怎么玩，主要是看这种各种主播解说，在这个云把玩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做评价。那反正我是觉得这条4个蜘蛛脚啊，要比毒液的这个蜘蛛触手要好把玩一些。然后每个触手上面呢，球形关节的根部，然后呢它分了1、2、3、4段啊，其实我觉得是完全够用了。如果你还想继续分色的话呢，还可以把这个蜘蛛腿搞得分色更细致一些。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玩的。头雕方面呢，抬头幅度大概是这个样子，低头幅度呢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还可以往前伸一点，左右歪头呢也还可以做到一些比较俏皮的姿态。你想让它做出这种匍匐的姿态呢，通过这个非常像 EVA 的，其实它本身就是类 EVA 的这个设计啊。这个猫腰的设计呢，其实没有他们家EVA 系列可动性强，但是呢该有的这个弯腰幅度是 OK 的。然后髋关节呢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你可以各种大回环前踢，然后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幅度还有一定的联动的，看起来像是有一定的联动，膝盖骨可以往前面伸。水口位的话呢，其实虽然是按压式水口，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精修一下。脚尖的这个可动还是分指的，你看，我觉得说实话呢，在这个颜色分色还再加上预涂装的基础上，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尤其是在目前的这个价位来说，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再加上这个肩炮部分啊，肩炮部分呢也算是一个亮点，它是有联动的。
往两边一展开，它的这个肩炮是往前伸的，包括呢一侧的无敌，还有另外一侧的这个最强，其实整体的印刷都是非常精细的，给大家聚个焦看一下啊，很闪亮。而且呢，这边的这个肩甲呢也不会影响可动。要说缺点的话呢，其实就是肩部的球形关节它比较容易脱出，但是也是因为它的这边这几个关节比较紧，这个地方呢在把玩上呢你可以看到啊，我在镜头里面虽然我没有抱怨啊，因为紧总比松强，掉总比断强嘛，但是确实你在把玩的时候，这个地方算是比较坑了一点。稍微会显得比较蛋疼，但其他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包括呢，这个蝴蝶关节它也有一定的前伸幅度，你想做出这种匍匐的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的。但是很可惜啊，它没有带上就是一些放电呐等一些技能的特效键，包括啊它的这个它做了这种可动手。这种可动手呢，说实话，其实可以摆出一些比较不错动态的这个姿势，但是有一说一啊，在有一些姿态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想做出那种匍匐的这个姿态，还是会略显生硬一些。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可动手设计怎么样？我就是觉得可以做造型手。因为很多情况下，这个 C 扣呢，时间久了，如果说你把玩或者说你储存环境的不一样，可能会导致这个 C 扣呢发生断裂。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厂商应该去多考虑一下用料以及这个保存，还有这个玩具持久性的问题。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个人建议是换成造型手会好一些。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一款蜘蛛机甲呢，10分满分的话，作为一款预涂装的玩具，我会给到9.5分的高分，因为它的体验确实不错。虽然说它不可能给你一个，就是如果说给到一个完全涂装的潘尼帕克的话呢，价格就直接飞天了。或者说它可以搞一个比较可爱一点，它做一个积木人的潘尼帕克，我觉得也还可以啊。那价格方面，如果说你一开始定价提高一点，我是觉得可以完全接受的。就比如说拿假面骑士的这个素体，或者说 S 版，就是奥特曼的那个素体去搞一个这个潘尼帕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大家可以接受这个价格的提升。但是它又给我带来一定程度的涂装乐趣。那不知道这一次把玩分享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款玩具你会入手吗？或者说你会继续关注漫威争锋这个系列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